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每个人都一定想过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感觉良好？很多人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哈哈，那还用说，当然是钱啊，对吧？可是你想想，如果工作真的就只是为了钱，那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其实是完全没办法解释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根据一位超强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 （Dan Ariely） 的研究，来好好的、深入的拆解这个问题。来，我们工作真的就只是为了这个符号吗？你看，传统的经济学观念，或者说一种比较简化的管理模型，常常会把人想成是实验室里的老鼠。只要你在迷宫的终点放一块起司，也就是钱，我们就可以驱使这只老鼠往东跑或往西跑。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奖金制度啊、绩效薪酬啊，都是建立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假设上。但你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如果这个假设是100%正确的，那我们要怎么解释那些完全不符合趋吉避凶逻辑的人类行为呢？这张投影片就直接点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左边是我们很熟悉的主流看法，工作嘛，不就是为了薪水单上的数字？但右边提出了一个更复杂，但我觉得也更贴近真实人性的想法。我们在工作当中，其实在寻求的是意义，是挑战，还有那种我正在做一件有目标的事情的感觉。最好的例子就是登山。你去看看那些挑战圣母峰、挑战 K2 的登山家的书，你觉得里面会写满了快乐喜悦的时刻吗？完全不是。书里面写的全部都是冻伤、缺氧，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子上，各种生理跟心理的痛苦和折磨。如果人生的目标就只是追求快乐，那他们爬到山顶的那一刻，应该会觉得，天哪，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我再也不要干这种蠢事了，我还不如躺在沙滩上喝一杯 Mojito。但事实上呢，他们下山休养好之后，又会马上计划去挑战下一座更难的山。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外在动机跟内在动机的巨大差别。钱是外在的，而那种成就感、意义感，这些才是真正能够点燃我们内心那把火的内在动机。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章节：徒劳无功的诅咒。艾瑞里教授之所以会开始研究这个主题，其实是源自于他一个学生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真的超有既视感。这个学生毕业后进了一家非常大的投资银行工作。有一次，他被指派要负责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他花了整整2个多礼拜，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在做一份 PowerPoint 简报。他投入了所有的心力，不断的修改图表、整理数据，每天都加班到半夜。但他其实还蛮享受那个过程的，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很有价值的事。结果就在缴交期限的前一天，他终于把呕心沥血的档案寄给了老板。老板很快就回信了，信上只写了一句话：简报做得很好，但那个并购案取消了。就这样一句话。我那位学生说，他当下瞬间就陷入了极度的沮丧。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沙滩上盖了一座超级漂亮的沙堡，结果一个海浪打过来，瞬间什么都没了。你所有的努力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个故事就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当我们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核心问题就来了，当我们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的动机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是会少个10%，还是直接归零？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艾瑞里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用的道具是大家小时候可能玩过的乐高的生化战士 Bionicles。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好，这个实验很简单，分成2组。第一组我们称之为有意义组。实验者会对受试者说：嘿，你愿意花点时间帮我组装这个生化战士吗？组好一个，我们给你3块美金。大部分都说好啊。组好之后，实验者会把你辛苦组好的成品收走，很慎重地把它放在桌子底下保存，然后再问你，那要不要再组一个？这次是2块7，接着是2块4、2块1，酬劳会一直递减，直到受试者觉得，为了这点钱不值得了，主动放弃为止。好，重点来了。
第二组叫做薛西弗斯组。薛西弗斯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悲剧人物，他被天神惩罚，要不断的把一颗超大的石头推上山，但每次快要到山顶的时候，石头又会自己滚下来，永无止境，就是一种徒劳的循环。在这组实验里，你组好第一个拿到3块钱，但是当你开始组第二个的时候，实验者会当着你的面把你刚刚辛苦组好的那第一个，在你眼前毫不留情的一个一个零件把它给拆毁。这就是一个你不断创造，而实验者不断在你面前摧毁的一个超级残酷的循环。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答案揭晓，大家可以直接看到这张图表，超级明显的。请看左边代表有意义组的长条，他们的受试者平均组了11个生化战士才决定放弃。而右边在那个努力会被不断摧毁的薛西弗斯组，他们平均只组了7个。11个跟7个，这个差距将近4成，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而且这里要特别强调，所谓的有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小的意义。他们不是在研发什么癌症解药，也不是在盖房子，他们只是在组装一个玩具，而且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这个玩具最后反正还是会被拆掉。但即使是这么微不足道的意义感，就是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保存一下下，就足以让他们的生产力大幅提升。所以这个实验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即使是非常微小的意义，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更有趣的是，艾瑞里还做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他不是让受试者亲身去做，而是只跟他们描述这2种情境，然后请他们预测结果。你猜怎么样？大部分人都预测有意义组会做的比较多，这很合理。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那个差距，大家普遍猜测大概只会多做1个而已。这说明了什么？这点超级重要。这说明了我们本能上知道意义很重要，但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到底有多重要。这在我们的日常管理中其实超级常见。很多老板常常觉得给钱就好了啦。他们口头上知道关怀员工很重要，但他们完全低估了这种关怀或是不关怀到底会对团队的士气跟产出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好了，理解了徒劳有多大的破坏力之后，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相关的概念，也就是被看见的力量。如果说徒劳是摧毁动机的核弹，那被看见、被认可，是不是就能建立动机的护城河呢？接下来这个实验真的会让你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次的实验任务就比较无聊一点。受试者会拿到一张印满了随机字母的纸，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出所有相邻的、相同的字母对，然后把它圈起来。坦白说，这是一个超级无聊、重复性又高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测试在这种纯粹的苦工之下，人们的动机会如何变化。这次实验分成了3组，第一组认可组。你完成之后，把写了你名字的纸交给实验者，他会从头到尾扫视一遍，然后点点头说声嗯哼，再把你那张纸放到旁边的一叠文件上。第二组忽略组，你交出你的作品，实验者连看都不看，就直接把它放到那叠文件上。第3组也是最狠的粉碎组，实验者拿到你的纸之后，二话不说，直接当着你的面把它丢进旁边的碎纸机，瞬间化为纸屑。重点来了，这3组人的表现会有什么差别？我们直接来看数据。这张图显示的是人们愿意工作的最低工资，所以这个数字越低，就代表他们越有动力。在认可组，就是那个会点头说嗯哼的，人们愿意一直工作，直到每张纸的酬劳只剩下15美分。而在粉碎组，他们的底线是30美分，是前者的整整2倍。这个不意外，对吧？自己努力的成果被当面摧毁，任谁都会不爽，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来补偿。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忽略组呢？你觉得他们的情况会比较接近被好好对待的认可组，还是被残酷对待的粉碎组？答案是，他们几乎跟粉碎组一模一样，他们的底线是29美分。这个结果真的非常非常震撼。艾瑞里教授后来总结说，坏消息是忽视一个人的表现，跟当着他的面撕碎他的努力，效果几乎一样糟糕。所以各位当主管的朋友们真的要小心。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太忙了，没时间回复那封报告的邮件，但在员工的心里，你那个已读不回跟按下碎纸机的开关造成的心理伤害，
可能是差不多的。原来要摧毁一个人的工作热情，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不过，凡事总有好的一面。这个实验的好消息是，要提升员工的动机，其实也没那么难。你并不需要给他很复杂的回馈，或是办一个盛大的表扬大会。你只需要看一眼他的成果，从头到尾扫视一遍，然后说声“嗯哼”，就这样一个简单到不行的认可动作，就足以让动机产生天壤之别。可能只是在走廊上碰到时说一句：“哎，你上次那个分析做得不错哦。”或是在会议上提到：“哎，这个点子要归功于某某某某。”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认可，它的效果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好了，前面我们讲完了什么会扼杀我们的动机，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什么能够主动地创造动机。这就要来介绍一个超级有趣的概念，叫做 IKEA 效应。什么是 IKEA 效应？它的定义是，人们对于自己亲手参与创造的产品，会给予不成比例的高评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组过 IKEA 的家具？那个说明书根本就是外星文，对吧？常常一个螺丝锁错，整个柜子就要拆掉重来，那个过程真的超痛苦的。但是当你满头大汗、腰酸背痛，终于把那个书柜组好，把它靠在墙边时，你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个书柜怎么看怎么顺眼，根本是艺术品，比卖场里那些现成的还好看？恭喜你，这就是 IKEA 效应在你身上作用了。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商业案例是1940年代的蛋糕预拌粉。当时厂商把所有材料都加好了，你只要加水搅一搅，放进烤箱，蛋糕就完成了，超级方便，但销路超级差。厂商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找心理学家研究才发现，问题出在投入的力气太少了。因为太简单了，所以烤出来的蛋糕没有人会骄傲地说，这是我做的蛋糕。后来厂商做了一个小改变，他把配方里的蛋粉和奶粉拿掉，要求主妇必须自己去加新鲜的鸡蛋和牛奶，就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步骤，整个情况就大逆转了。现在主妇们觉得这是我做的蛋糕了，预拌粉的销量就开始一飞冲天。所以这个 IKEA 效应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会对自己，哪怕是做得很丑的作品，给予比别人更高的评价呢？为了验证这一点，艾瑞里又设计了一个关于折纸的实验，来看看我们的爱到底有多盲目。在这个实验中，一群完全不会折纸的新手受试者会根据指示来折纸。那你想也知道，新手折出来的东西通常都蛮丑的，可能青蛙不像青蛙，鹤也不像鹤。折完之后，实验者会问他们，这个作品的所有权是我们的，但如果你想把它买回去当纪念品，你愿意出多少钱？同时他们也找了另一群没有参与折纸的旁观者，问他们愿意出多少钱买这些作品。结果出来了，超级惊人，创造者自己愿意付的钱是旁观者愿意付的钱的整整5倍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自己的孩子最好看，因为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跟劳动，这种情感上的依恋甚至会完全扭曲我们的客观判断力。等等，实验还没完，接下来的部分才更精彩。他们把实验的难度提高了。对于一部分的受试者，他们拿掉了折纸说明书上的图示，只剩下文字，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困难、更痛苦。结果呢？想当然，没有图示折出来的作品就更丑了，根本就是一团废纸。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对于这些更丑但投入了更多心血的作品，创作者自己他们爱的程度竟然更高了，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去买回这团废纸。但对于旁观者来说呢，他们对这些更丑的作品评价更低了，根本不屑一顾。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效率越高，成果越好，价值才越高；但从创造者的角度看，过程越困难，投入越多，情感价值反而越高。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在职场上其实是不断上演的。好了，讲完了前面3个超级精彩的实验，关于徒劳、认可以及 IKEA 效应。现在我们要把它们全部整合起来，来思考这对现代的工作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把关于工作的思维简化成2种典范的对决。一边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里用一个大头针工厂的例子阐述了分工可以带来效率的极大化。他说，制造一根大头针可能有12个步骤，如果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可能做不到几根。
但如果你让12个人，每个人只负责一个步骤，那产量可以提升100倍甚至1000倍。另一边是卡尔·马克思，他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他认为，当一个工人的劳动被切割成一个个琐碎、重复、没有意义的片段时，他会跟自己的工作成果、跟工作的过程，甚至跟自己的人性产生一种疏离感。简单来说，在亚当·斯密的世界里，人是机器的延伸，唯一的目标就是效率；但在马克思的世界里，工作是人实现自我的途径，最重要的目标是意义。在工业时代，坦白说，亚当·斯密的效率模型是胜出的，因为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大量生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知识经济里，重要的还是效率吗？艾瑞里教授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你想想看，一个软体工程师，你当然可以把他当成生产线工人，每天规定他要写几行程式码。但是他会不会在洗澡的时候还想着工作上的难题？他对这份工作的投入程度到底有多深？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事情。他必须觉得自己写的程式码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像薛西弗斯煮的乐高一样，写完就没人用了。他需要主管的认可，哪怕只是一句“你这个架构想得不错哦”，而不是把他的程式码直接忽略掉。而当他为了某个功能熬夜苦战，最终成功上线的时候，他会产生强烈的 IKEA 效应，对这个产品产生深厚的情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所以总结一下，真正驱动我们在工作中感到快乐和满足的，远远不只是那张薪水单，而是这些东西：工作的意义、亲手创造的感觉、挑战带来的成就感、对成果的所有权，那种这是我的作品的感觉，这份工作所塑造的身份认同，以及完成工作后发自内心的骄傲。这些内在的驱动因子，才是让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并且真正感到幸福的关键。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透过3个实验了解到：第一，即使是非常微小的意义感都能大幅提升我们的动力。反过来说，徒劳感就是动力的头号杀手。第二，忽视一个人的努力，他的破坏力几乎就跟当面摧毁他的成果一样糟糕。但好消息是，一个简单的认可就能产生巨大的激励效果。第三，我们对自己投入心血创造出来的事物会产生更深的爱恋，这就是 IKEA 效应，付出的努力越多，我们爱得越深。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好好思考一下：你每天投入8个小时、10个小时的心血，是被看见、被珍视的吗？还是它其实只是被默默的忽略，甚至是被丢进了办公室角落的那台碎纸机里呢？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